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一周以前呢，市场还在恐慌当中，恐惧与贪婪指数只有31，比特币的价格还在63000附近徘徊。但是5天以后呢，比特币收在了76608美元，盘中一度冲高到了79000，一周上涨的幅度超过了22%。市场的情绪呢，也从恐慌直接进入了贪婪。很多人现在可能还在懵着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拉得这么快？到底是谁按下了这轮上涨的启动按钮？我现在杀进去到底还来不来得及？今天呢，我们从 OpenClue 开始，把这一周的 ETF、宏观事件、杠杆还有情绪数据放到同一条时间线上，去看一看这场上涨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形成的。先说结论，这一周呢，并不是存在某一个什么单独的神奇按钮，真正发生的是4个催化剂在同一时间形成了连锁反应。第一呢，是 ETF 的现货资金重新流入；第二是宏观流动性的预期改善；第三，美国监管的预期升温；第四，价格突破以后触发了空头的挤压。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一轮的上涨最开始到底是谁在买？OpenClue 的 ETF 的资金流的数据显示，此前的市场连续经历了资金的流出，但到了8月17号的这一天，比特币现货 ETF 有 2.98 亿美元的净流入，资金方向正式转正。随后呢，流入不但没有停止，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8月18号大概有 1.89 亿美元入场，19号 5.17 亿美元，20号进一步增加到了6亿美元。截止到8月20号，比特币现货 ETF 已经连续3天保持净流入，近2周的累计流入呢，超过了20亿美元。而且8月20号的这一天，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来自于贝莱德 IBIT。为什么 ETF 这么重要呢？因为资金费率反映的是杠杆多空的温度，恐惧贪婪反映的是市场的情绪，而现货 ETF 呢，是我们观察传统金融资金是否真的在配置比特币最直接的窗口之一。价格可以被杠杆短时间之内给推动，情绪呢也可以在1天之内翻转，但是连续多日数亿美元规模的 ETF 的净流入，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真正的现货资金正在进场。所以市场上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机构现货需求重新开始出现。但这又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 ETF 偏偏是在这一周重新流入？答案不是某一个孤立的新闻，而是市场对宏观和政策环境的看法在这一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本周开始呢，市场仍然担心中东的局势、油价和通胀的风险，但这些担忧并没有演变成美股和 VIX 的同步恶化的全面避险的行情。到了周三以后，有2个新的变量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变量呢，是美国的财政部扩大长期的国债回购的规模。这里要注意，这个并不等于美联储重新启动了 QE，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直接放水，但对市场来讲，国债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可能降低金融体系的部分资金的压力，因此呢，投资者开始交易流动性环境边际改善这个预期。第二个变量呢，是 Clarity Act 继续推进，美国数字资产监管框架变得更加清晰了。机构最不喜欢的往往不是坏的规则，而是不知道规则是什么。当监管的不确定性下降，机构配置加密资产的时候，需要承担的政策折价也可能随之下降。这2个变量没有单独的制造上涨，更准确的说，它们改善了市场承担风险的意愿，并且强化了已经出现的 ETF 的买盘。接下来的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部分，即使 ETF 开始流入，为什么比特币会在最后的3天突然开始启动，开始加速？答案是在杠杆的市场里边。8月19号，比特币从64000附近向上突破，收在了69224美元。
20号呢收到了72687美元，21号进一步收到了76608美元，盘中最高触及到了79218美元。当价格突破之前的阻力位，大量的空头仓位开始亏损，一部分空头主动的买回比特币来止损，另一部分空头呢，因为保证金不足被交易所强制给平仓，而平掉空头的仓位本身它就意味着执行买入，这些买盘又继续把价格给推高，触发下一批的空头止损，于是呢，这个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价格上涨，空头回补，空头回补，价格继续上涨，价格继续上涨又触发更多的空头平仓，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short squeeze 空头挤压。欧文可路的数据还显示，这几天的未平仓合约，也就是 OI， 并没有随着爆仓明显的消失，反而呢重新回升了。这个说明旧的空头离场的同时，还有新的杠杆资金进入市场，资金费率整个星期保持在正值，而且在8月20号升到了本周的高点，最新的8小时的资金费率大约是正的 0.01%， 这个说明多头开始愿意付钱维持仓位，但还没有达到正的 0.05% 或 0.0几这种极端的过热的水平。所以这里一定要区分两件事，空头不是这一轮上涨的最初的原因，空头是上涨的放大器，最明确最容易验证的现货买盘来自于 ETF， 而真正让价格在这几天内加速冲高的是突破之后的空头回补和杠杆的正反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恐惧与贪婪指数。8月17号指数只有31，市场仍然处于恐惧区间。21号指数升高到了72，一天之内升高了10个点，正式进入了贪婪的区间。很多行情总结会说，因为市场开始贪婪，所以比特币上涨了。但从这一周的时间顺序来看，情况恰恰相反，不是因为大家先变得贪婪，比特币才上涨，而是 ETF 的资金先回流，宏观和监管的预期随后改善，价格突破又触发了空头挤压。等这3件事都发生了以后，市场才开始 FOMO。所以情绪不是启动的按钮，情绪是前面的几个催化剂共同作用之后留下的一个结果。这个也是为什么只看恐惧贪婪的指数，很容易你就会把因果关系给它搞反。情绪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到这儿呢，我们还需要进行最后的一次验证，因为 ETF 在买，价格也在涨，并不等于整个加密市场已经全面的进入了牛市。首先看看稳定币，欧文可路市场看板显示，稳定币的总市值仍然维持在大约3000亿美元以上，7天变化仍为正值。这个说明加密市场里边的美元弹药在小规模的流入，流动性基础仍然存在，但稳定币供应保持稳定，它并不代表着这些钱已经全部都买了比特币，它只能告诉我们资金没有明显的撤离，场内仍然有可用的流动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比特币的 dominance， 也就是比特币的市值占整个加密市场的比例。这一周呢，比特币的 dominance 从大约 56.1% 上升到了 59.4%。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新增的风险偏好主要是集中在比特币，而不是平均扩散到所有的山寨币。整个加密市场的总市值确实从大约 2.25 万亿美元升高到了 2.61 万亿美元，但比特币明显跑赢了大部分的山寨币。所以目前更准确的判断是，这一轮的上涨有真正的现货资金在支持，不只是杠杆制造的假的突破，但市场还没有进入全面的 risk on， 也还不能称之为山寨期。资金目前仍然优先选择流动性最好的、机构接受度最高的比特币。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线索给它放回到时间线上。17号，比特币现货 ETF 结束流出，转为 2.98 亿美元的净流入。18号， ETF 继续流入 1.89 亿美元，资金转向得到了初步的确认。19号， ETF 净流入扩大到
5.17亿美元，流动性与监管的预期改善，比特币突破了64000美元附近的关键区域，收在了69224美元。突破发生以后呢，空头止损和强制平仓开始放大涨幅。8月20号 ETF 的净流入进一步升至6亿美元，比特币收在了72687美元，方顶升温，欧岸回升，杠杆资金继续进入。21号比特币收在了76608美元，盘中最高触及到了79000美元，恐惧与贪婪指数回升到了72。所以这个才是这一周的完整的因果链。现货资金回流，宏观和政策预期改善，价格突破，空头挤压，情绪进入贪婪，最后形成了 FOMO。 那么下周应该看什么呢？不只是看比特币还能不能继续创新高，真正需要验证的是5个指标。第一呢 ETF， 如果比特币现货 ETF 继续保持着净流入，说明机构买盘仍然存在。如果迅速转回净流出，那么这一轮上涨最重要的资金基础就会开始松动。第二呢，美国7月的 PCE 数据呢将会在北京的时间8月26号的晚上公布。如果核心的 PCE 高于预期，市场可能重新交易高利率维持更新，风险资产会承受压力。如果数据温和呢，就可能会继续支持当前已经修复好的风险偏好。第三是 OI， 如果价格继续上涨， OI 呢也继续快速增加，这说明市场中的杠杆正在累积，这可以让上涨更加快速，也可以让下一次的回调呢更加猛烈。第四呢是方顶，正资金费率本身不是问题，但如果价格继续上涨，资金费率同时进入极端的高位，这个就说明多头的交易开始过度的拥挤。第五是比特币的 dominance， 如果 dominance 继续上升，说明资金仍然集中在比特币。如果其他的山寨币开始跟着涨，同时比特币的 dominance 下落，那么这个才代表市场可能正在从买比特币走向了更加全面的 risk on。 所以这一周真正推动比特币上涨的不是某一个突发的新闻，而是4个催化剂在同一时间形成了一条连锁的反应链。 ETF 提供现货的买盘，流动性预期改善了风险的偏好，监管的进展降低了不确定性，空头挤压放大了最终的涨幅，情绪呢从31升高到了72，不是上涨的原因，它只是告诉我们市场已经看见了前面发生的一切。好的，这个就是本期周报所有的内容，终于讲完了。如果你希望以后每周都用数据而不是用情绪和标题来理解市场到底在发生什么，欢迎来到 OpenClue 周报。如果你在 OpenClue 上简单的注册，你也会收到每周的文字版的周报。我们下周呢继续用数据还原市场，而不是预测市场。这里是加密星球，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再见。